您眼前看到的就是我们太阳系的9大行星，分别是水星、金星、地球、火星、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、海王星，还有冥王星。不过在2006年出现了变故，冥王星被剥夺了第9行星的头衔。但要是我跟你们说，太阳系边缘可能飘着另一颗行星，个头是地球的5倍呢？今天咱就来唠唠这颗超有意思的第9行星，也就是至今没找到的 X 行星。为啥有的科学家拍胸脯说它存在的概率是 99.6%， 有的却觉得纯属瞎掰？首先咱得说说发现新行星这事儿到底有多难。给你们看张图大概就懂了。这儿能瞅见行星不？答案估计是能。而且我不光说最下面那个地球，地球确实超好认，火星也在这张图里，但它看起来跟周围的星星几乎一模一样，在夜空里都只是闪闪的小亮点。对想当天文学家的人来说，第一个难题就是在这么多天体里，哪颗才是伪装成星星的星星？所以4000多年前的古代天文学家能分清谁是谁，真的太牛了。他们就靠肉眼仔细瞅，啥先进设备都没有。巴比伦的天文学家每天晚上盯着夜空，画超详细的星图，记录这些天体的运动，分清哪些在绕太阳系转，哪些基本不动。星星离得太远，看着就没动静；行星离得近，就不一样了。靠这种观察法，人们找到了太阳系的前6颗行星，从水星到土星都齐了，但再远的就不行了。行星越远，肉眼越难瞅见。下一颗天王星远得快要看不见了，所以等到17世纪初望远镜发明后，才有可能发现它。即便如此，直到1781年天王星才被正式发现，而且纯属意外。英国天文学家威廉·赫歇尔爵士某天晚上在自家花园用自制的 6.2 英寸望远镜找彗星，结果就这么碰巧撞见了天王星。一开始他还以为是彗星呢，后来他和其他科学家才发现这玩意没尾巴，肯定是行星。他们给它起名天王星，对应罗马神话里土星的爹，土星又是木星的爹，算是跟上了命名的路子。知道天王星的位置后，天文学家才发现其实早就有人见过它了。早在公元前128年的星图里就有记载，只不过当时都把它当成星星了，得靠望远镜拉近了看才能分清它到底是啥。有意思的是，从这儿开始发现行星的套路变了。海王星的发现不光靠望远镜，还靠数学。观察天王星几十年，画出它的轨道后，一个叫布瓦尔的人根据牛顿物理算出了天王星的轨道表。但问题来了，天文学家瞅着天王星，发现它根本不按算好的路线走。他们琢磨了半天，是观察错了，还是牛顿物理不靠谱？直到1845年，法国数学家勒维耶才给出答案，肯定有另一颗行星在影响天王星。天王星的轨道被啥东西掰弯了，如果有另一颗行星在拉它，那这种掰弯就能用数学算得明明白白。勒维耶的计算细到告诉天文学家，这颗行星必须在哪个位置才能解释一切。天文学家约翰加勒开始了寻找，你别说，还真在勒维耶算的位置找到了海王星。跟天王星一样，海王星也不是全新的发现。知道它的位置和轨道后，天文学家翻旧记录，发现早就有记载了。伽利略1612年就用望远镜瞅见过它，还记了2次，发现它居然动了，但他当时没反应过来，这意味着啥？跟其他人一样，觉得就是颗普通星星。最后还是加勒确认了它是行星，拿下了发现权。海王星的发现意义重大，这是人类头一回靠数学计算在太阳系找到行星。没过多久，天文学家就想故技重施了，这就轮到第9行星了。时间快进到1903年，霍希瓦尔·洛厄尔出书，说海王星的存在没法完全解释天王星和其他天体的轨道异常。他坚信还有另一颗大行星在影响其他行星的引力，还给它起名为 X 行星。找 X 行星成了他一辈子的执念，花了好几年功夫，死后还捐了100万美元资助继续找。后来1930年发现了冥王星，算是他努力的成果，但这颗矮行星太小了，肯定不是 X 行星。到现在100年过去了，第9行星还没被正式发现，那为啥还觉得它可能存在呢？跟当年找海王星一样，太阳系里有些天体的轨道跟预想的不一样。2016年，天文学家麦克·巴蒂金研究柯伊伯带天体时，就特别指出了这一点。柯伊伯带在海王星外面，离太阳30到55天文单位。布朗和巴蒂金发现，其中14个柯伊伯带天体在轨道的某个点扎堆，方式很奇怪。他们觉得这肯定是有啥东西在拉着他们，让他们变成现在的轨道。他俩到现在还坚持这理论，一直在找这颗他们觉得肯定存在的行星，说 X 行星存在的概率是 99.6%。要是真有，那这颗 X 行星可不小，质量至少是地球的5倍。
轨道大概在离太阳300到520天文单位的地方，这地方简直远得离谱。给你们个参考，海王星离太阳才30天文单位，1天文单位就是太阳到地球的距离。海王星绕太阳一圈要165年，而这颗传说中的 X 行星绕一圈可能要1万年。在 X 行星上，太阳看起来大概跟月亮一样亮，就算白天也又冷又黑。有人猜 X 行星是在太阳系里形成的，也有人说它是被太阳引力从路过的恒星那儿拐来的，还有可能是颗在宇宙里瞎飘的流浪行星。但不是所有天文学家都信这事儿。2020年的2项天文调查，外太阳系起源调查和暗能量调查，在柯伊伯带找到了1000多个天体，没发现任何扎堆或轨道异常的情况。于是有人觉得布朗和巴蒂金看到的现象可能有别的原因，说不定那14个扎堆的天体只是观察时的偏见，毕竟这些天体超难瞅见，也可能是数据不够，看着像扎堆而已，或者扎堆是真的，但另有原因。比如太阳系早期海王星经过那片区域时的引力影响。最扎心的问题是，要是 X 行星真在那儿，为啥咱就是瞅不见？现在有电脑和望远镜，查 X 行星可能在的区域很方便，夜空的大片区域都被拍得清清楚楚了。当年勒维耶算出海王星，搜了1小时就找到了，但按布朗和巴蒂金的算法，到现在啥也没有。他们翻遍了现有的天文数据，查了第9行星可能出现的1半多位置，啥都没看着。但这也不能完全说明 X 行星不存在，可能有这些原因。它的轨道周期是1万年，说不定刚好躲在轨道的某个角落，比如旁边一堆星星亮光把它挡住了，或者在远日点太暗了，只有超大望远镜才能瞅见。还有种可能，咱其实已经瞅见它了，就像天王星和海王星一样，说不定第9行星的照片早就有了，只是被错当成恒星了呢。天上几十亿颗星星，再加上 X 行星要1万年才绕一圈，就算过几年才发现某颗星星的位置不对劲，也能理解吧。所以搜索还在继续，主要靠2种方法。找 X 行星的那帮人已经请了斯巴鲁望远镜来帮忙，这玩意够厉害，能搜 X 行星可能在的最远区域。要是它真在那儿，未来5年左右，说不定就被瞅见了。同时布朗和巴蒂金他们还在翻旧数据，想在几十亿个暗点里找出那个稍微不对劲的。这活儿挺枯燥，但架不住有意思啊。而且以前发现行星，业余天文学家也帮了大忙。当年发现天王星和海王星的人，也就是某天晚上举着望远镜瞎瞅，说不定自己都没意识到。当然第9行星可能压根就不存在，也可能远的只有斯巴鲁这种超级望远镜才能瞅见，但谁知道呢？说不定最后发现第9行星的不是布朗，也不是巴蒂金，而是咱们呢。我觉得这事儿超有意思，就算找不到第9行星，说不定也能先发现点别的新鲜玩意儿呢。可能有人会问，咋靠数学算出行星在哪儿？这就得用到天体物理学了。感谢你的观看，这里是老胡探秘社，我们下期再见。